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模型就厉害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模型是到目前为止最灵活的 Flux 模型。那这个呢就是 Flux 2的预览版。那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最灵活的模型呢？首先呢，它可以实现基本的纹生图的功能，而且呢，这个效果呢和 Flux 是持平的。另外的话呢，它可以无缝的对接 LoRa。可以不借助任何的第三方的这种控制器来实现我们的 ControlNet， 还有我们的 Input， 也就是局部绘制。另外，它可以实现完美的 Redux， 也就是风格的迁移。所以综合它所有的特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目前最灵活的这个模型。那它的效果到底是不是像它说的这样呢？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完美的演示。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模型在包包脸上的页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参数量这个参数量是81个参数。另外呢，它有一些指导的嵌入器，可以使生成速度提高2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可以使用 ControlNet。另外的话就是输入的这个 token 的长度呢到了512个，潜在空间的 channel 的数量呢达到了16个。另外它是基于 Flux Chanel 的，所以说呢是完全可以商用的一个模型。它这儿有一些示意图，那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它的前一个版本，就是 Flux.1 Alpha， 那你可以认为目前这个版本是它的升级版。那下边呢我们就从它的基础功能到它的高级功能来给大家做一个逐步的演示。那同样这个演示呢我还是在 Running Hub 上来给大家进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好，下边呢我们先看它的第一个功能。那它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一个标准的纹生图的功能。这个工作流其实和基础的 Flux 工作流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这儿会多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叫做 Flux 2 Conditioner。那其实呢，这个是专门对这个条件进行预处理的。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处理项比方说我们可以传入局部绘制的图片，包括局部绘制的 mask， 包括我们的控制图片。上面呢是模型的一些基本的输入基本就这样。所以说呢，你要用它的话，需要安装一个扩展。那这个扩展是什么呢？它在它的页面里边也有一个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叫 Config Flux Tools， 那我们可以点开它。这个里边呢就是一个节点它主要呢是将 Flux 模型嵌入到我们原生的 Flux 工作流里边去的。所以说呢，这个安装呢也是比较简单的。那你只需要把它克隆到你的 Custom Node 里边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呀，安装任何的依赖。那安装完之后呢，你就有这个有这个 conditioner 了。那一旦我们安装好这个之后呢，那它的用法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将我们的模型 VE 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和我们的潜空间连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个基础功能的设置，所以说这几项是没有的。然后其他的参数暂时不要动然后把这几个连到我们的采样器里边来。另外呢，你需要注意就是这里边其实融合了 Guidance。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话呢，是需要有一个 Flux Guidance 的节点的，这儿默认是 3.5。那这个节点其实在这儿已经实现了所以说这个节点是不需要的，一定要把它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去掉。另外的话呢，这个节点也是不需要的，因为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也是有这个节点的，主要做 Flux 采样的校正。另外不要用 Tcache，用了 Tcache 之后，这个效果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另外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上 CFG Zero Stop， 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由于我们这节课要说的工作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就直接把这个 LoRa 给大家串上了。这个提示词呢我写的是一个美女正在讲解某一个东西在运行之前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这个模型呢应该叫未经审查所以说呢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我会跑出来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我们试一下这个还行是吧？这个效果呢就基本上这个样子。那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和 Flux 生成的效果来讲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它是一个 Chanel 的所以说本身跟 DAV 模型它的基本结构参数的数量还是不太一样的。第一个就是基本的纹生图，而且可以加载 LoRa。下边呢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呢我们叫做高精度的 Redux。这个我们在 Flux 1的 Alpha 模型里边其实给大家说过它同样被集成到了 2.0 里边。那你会发现这个高精度的 LoRa 真的是精度非常的高你看一下，这是参考图片，这是我生成的图片，而且我没有
做任何的这种一致性的处理啊，我就是加了一个 Redux。看一下这个 Redux 的模块呢，你要注意啊，是加在哪儿呢？加在这个 conditioner 之前，就这个条件的调节器，我们要放在这个的后边，你不要加在这个位置。下边我们看一下一些特殊的设置。首先呢，你要注意，我们是加载的这个 style model 并不是传统的 Flux 的 style model， 而是它专门优化过的这个。它从哪儿下载呢？就可以从这儿给它下载下来，也是它的一个模型叫 Flex.1 Alpha Redux。然后这个 Fastener Version 里边，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这个 style model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512的这个 Clip Vision， 就是视觉的编码器，在这儿。这个呢是由谷歌新研发的，我们传统的那个编码器是384的啊，这个是512的。这个我们在之前讲 Flex.1 Alpha 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这个编码器。那它的下载地址呢，可以通过这个叫 Config Advanced Vision， 就是这个模型里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大概800多兆，不要下载那个谷歌原版的啊，那个很大，用它优化过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改进版的 Redux， 所以说它的精度会很高。你要注意啊，这儿一定要选择 Now， 不要选择 Center， 选择 Center 的话，你出来那个是变形的。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好，我们再试一个，我随便传一个，比方这个运行一下。我的种子现在是随机的啊，所以说呢不存在什么呀？不存在我提前设计好的这种情况。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精度同样很高，非常的像。我在这儿其实有一些特殊的处理啊，比方说呢，图片的话呢，我是进行了一个缩放啊，把它放到一个100万级的像素，让它生成起来可能质量更高。所以说呢，这个潜在的空间的大小呢，是和我缩放之后这个图片是保持一致的啊，而不是我们原来设定好的一个具体的数值。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提示词我是用 Florence 给它获取到的，非常好的提示词呢，也可以保证这两个图片呢会比较像，对吧？那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你复制一张图片它有什么用？你就用这张不就行了吗？你干嘛复制一张出来？那我当时的回复是，当你用了 Inpaint 就是局部绘制，还有用了 ContourNet 之后，你就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了。那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上边我同样用了 Redux， 流程都一样啊，但是我下边加了一个 ContourNet， 你注意，我找了一个图片，你注意这两张图片的宽高比是一致的，不要差太多。然后我同样做了一个缩放。缩放完之后，我来取得它的什么呀？深度图，而且我把这个深度图传到了 Control Image。另外，我把这个强度设成了 0.85 啊，你不要设得太低，设得太低可能会出现走形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图片。那我们下边来对比一下这3个图片，你注意啊，首先呢，它的姿势和它是保持一致的。它的衣服的样式和它呢是非常像的。如果你想让它相似度再高的话呢，可以将这个降得再低啊，但是呢最低我觉得也应该在 0.7 左右。那我们跑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把它降低了啊，你注意它现在这个衣服跟它就什么更像了，包括它这儿开始已经有这个黑色的这个袜子，我们也能看到了。所以说呢，当 Redux 结合上 ContourNet， 那你就知道。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换装或者叫风格迁移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所以说这个例子呢，应该说是非常有用的啊。这是我们用了 Redux 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 ContourNet。那我们在用这个 ContourNet 的时候，你要注意啊，我并没有 apply ContourNet 节点，是直接将这个 Depth 放到了这个节点里边。这是第3个工作流啊。好，下边呢我们看第4个工作流。第4个工作流呢是一个 Inpaint 工作流，这个呢也比较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需要给它绘制一个 mask， 大家可以在 mask editor 里边把它打开，然后呢你可以把你需要的那个人物啊全部给它涂上。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这种自动分割的方式来生成 mask， 怎么着都行。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遮罩，同时有这个图片，图片呢经过缩放，然后同样获取它的什么深度图，这个是一个汉服美女啊，虽然我把它全遮上了，但是这个深度图在这儿应该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然后呢，
我这儿有一段提示词，描述了一个穿着金色铠甲的中国女武士。注意，这里边这3个节点就都有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的那张图片，第二个是我们绘制的那个 mask， 第三个是我们用它生成的深度图。但是强度你要注意，我这儿设的也比较高，0.8。完了之后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注意啊，原图是这个，然后你可以对比一下，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没有变，是吧？然后里边的人物给换了，你要注意啊，它在这儿是有这个边界的，这个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除非呢你把它再一次进行修复，对吧？所以说这种局部绘制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我给大家演示了4个工作流，第一个普通的纹生图的，第二个呢是 Redux 的，第三个是加了 ColorNet 的，第4个是 Inpaint 的。通过这4个工作流，那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型的能力的确很强。不管是质量还是效果还是应用的便捷性，我觉得呢都是可圈可点的。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